今天我们要聚焦在一个近期超火的话题——稳定币。那最近，美国、欧洲和香港都在推动稳定币相关的法案，这也引发了市场的热议。所以呢，在开场我也想先问一下各位，你觉得稳定币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金融革命？甚至有人说它可能会成为美债危机的解药，你认为呢？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想法。那今天这一集，我们从法规、基础概念、市场热点一路聊到技术分析和操作的策略，让新手也能听懂，老观众也会有收获。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开始。那首先先要科普一下，什么是稳定币呢？稳定币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特殊的加密货币，透过跟法定货币，通常是美元1:1的挂钩来保持价值的稳定，不像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币那样，价格呢好像坐了过山车一样。那稳定币呢，它力求价格固定在大约1个美元左右，所以稳定币并不是由某一条区块链原生产生的，更像是区块链上的衍生代币。那开发者呢，也可以透过智能合约把美元的价值影射在区块链上面。那举例来说，目前市面上最大的稳定币有 USDT 和 USDC， 都是用美元作为后盾，以确保币人无论如何都能按照1:1的比例换回美元。那为什么大家需要稳定币呢？因为它既有加密货币在区块链上面转账快、跨国没有障碍的便利性，又避免了加密货币价格暴涨暴跌的风险，所以在交易所上用稳定币作为媒介，可以随时在不同的代币之间切换，不用每一次都进出银行系统，非常的方便。那稳定币的用途呢，也是相当多元化的。一方面，它也是作为跨境结算和支付的新工具。那由于运行在开放的区块链网络上面，稳定币的转账它不限时、不限地，接近于即时的，也不像传统的 SWIFT 汇款要经过多家中转的银行，耗时几天。那对于企业来说，用稳定币跨境支付贷款，也可以大幅的降低手续费和汇率的成本，也没有假期、周末的限制。那另外一方面，稳定币也是加密货币市场当中的停车场，让投资人觉得，如果比特币等等的币种行情的波动太大的时候，可以暂时换成稳定币来避险。因为稳定币它是紧盯着美元不太动，所以可以充当着类似现金或者是货币市场当中基金的角色。那也难怪有人说，如果美元是传统金融的中介货币，那稳定币就是虚拟货币世界当中的中介货币。那除此之外，稳定币还逐渐的被应用在国际的汇款当中，例如让在海外工作的劳工可以更便宜的寄钱回家，或者是在日常的支付上面。那在新兴的市场当中，高通膨的国家，甚至有人干脆把稳定币当作储蓄，对抗当地本国货币的贬值。那当然，再美好的事情，它也有潜在的风险。第一，稳定币是否真的稳定，取决于发行背后的资产储备和机制。那如果发行商储备不透明，或者是滥用资金，稳定币就有可能爆雷。那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某一些稳定币的发行商被质疑储备不足，无中生有的发币。那2021年，泰达公司还因此被罚款，之后才开始公布资产的组合。2023年3月份 ，USDC 在硅谷银行倒闭的消息传出之后，曾经一度脱钩，跌到0.95美元。所幸美联储和财政部紧急救市，才避免了恐慌。那第二点，稳定币其实有点像没有保险、没有中央后盾的影子银行。那一旦市场恐慌挤兑，大家抢着把稳定币换回现金，美元的储备不够，或者是周转不及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引发连锁式的资产抛售。那发行商为了应付赎回，只能卖掉手上持有的公司债或者是票券等等的资产，甚至会影响到传统的金融市场。那第三，也是最多人关心的，就是稳定币有可能会衍生出新的洗钱或者是逃税的问题。那有人担心如果让稳定币合法的发展，等于是把地下的经济搬到台面上，交易更加的隐秘，加剧洗钱和逃税的疑虑。那如果未来稳定币的资金一旦和国际的债券、银行体系绑在一起，那如果出了问题，恐怕这个危机会蔓延到整个金融系统当中。那我们刚才呢就聊了稳定币的好处和坏处，我们现在回到各国推动稳定币的立法这件大事上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6月中，美国参议院以68票对30票压倒性的通过了稳定币国家创新指引法案，也就是所谓的天才法案。那这个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层面的稳定币监管法案，意义非凡了。那根据法案的内容所说，所有的稳定币发行商必须要取得牌照，
并且是100%以高流动性的资产作为准备金，包括美元现金、短期美国国债等等，确保每一个稳定币都有足够的资产支撑，可以1:1的赎回。那同时间，法案还禁止稳定币向消费者提供利息，也就是不准发行升息的稳定币，也限制了大型科技公司和外国公司发行稳定币，那也是务求稳定币主导权掌握在持牌的金融机构手上。那此外还强调了防洗钱和实名验证等等的要求稳定币发行商具备冻结和销毁代币的技术能力，以便执法部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介入。那总之，美国这个法案是把稳定币彻底的纳入监管的轨道当中，并且因为要求严格的准备金，因此也是顺道宣判了纯算法稳定币的死刑，没有资产背书的算法稳定币将不被允许。现在美国参议院也在推出自己的版本，叫做 Stable Act， 内容上和参议院大同小异，也是在讲透明度和美元的主权等等。那接下来就是参议院和众议院协调推出一版共同法案，目标呢是在8月份国会休会之前通过送交白宫。那特朗普总统他已经放狠话说，希望国会光速送件到我的桌上，好让他签字。那如果一切顺利啊，美国也是有希望今年就正式实施这套稳定币的法律。那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奇，美国这步棋究竟用意何在呢？那我们待会儿会深聊稳定币立法的背后的大战略，包括对于美金、美债等等的影响。那我们现在先卖个关子，我们继续看一下欧洲和香港。那欧洲呢，其实走得更快、更严格。那欧盟在2024年就通过了被称为加密货币宪法的 MiCA 法案，市场中的加密资产规则。那 MiCA 对于稳定币也有专门的规范，甚至比美国更严格。例如 MiCA 规定，大型的稳定币发行商要像银行那样，维持着充足的资本，建立清晰的法律责任框架，实施严密的风险管控。而且为了保护欧元的地位， MiCA 还限制了非欧元稳定币在欧洲流通，加重对于美元、稳定币等等的合规成本。外国的机构如果要在欧洲发稳定币，也更加的不容易。那简单点来说，欧洲是优先的保障金融稳定和货币主权，对私人发行的稳定币是高标准、高门槛。那至于香港呢，也不落人后，香港的金融局在2023年就表示要监管稳定币。那到了今年的5月21号，香港的立法会也是3读通过了稳定币法案，建立针对稳定币活动的持牌监管制度。香港的法案将会在2025年8月份生效。那根据这个法案呢，凡是在香港发行的稳定币，或者是针对港元挂钩的稳定币，在香港运营都必须要申请牌照。那如果是违法发行的话，最高可以处于500万港元的罚款和7年的徒刑。那持牌的发行商还有各种的义务，比如说要做好储备的资产管理，按要求兑换赎回，定期的审计披露等等。那同时间，法案也授权 HKMA 可以指定哪一些稳定币属于受监管的范围，并且可以在未来快速增加新的监管的对象。那看到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稳定币已经从之前的灰色地带走到了主流的合规。无论是美国、欧洲和香港，几乎是同时间推出了监管的框架。那全球的监管竞速氛围也是非常明显的。那聊完政策，我们把镜头转向股市，稳定币立法的消息一推出，市场就马上闻风而动。那有一句话叫做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已经看到有聪明钱进去了相关的股票当中。那首当其冲的就是 Circle 作为一只新上市不久的股票。 Circle 的走势可以说是一鸣惊人，上市第一天开盘价大约在69块美元左右，远高于 IPO 定价31块。那在之后呢，在市场狂热的追捧之下，股价就像火箭一样往上冲，现在呢已经到了190块到200块的区间当中。那由于上市的时间太短了，也没有一些长期的数据可以参考，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聪明钱也同样流到了其他受惠的股票当中。那 Coinbase 最近推出了稳定币货币支付的服务平台，股价也升破了一些关键的阻力，一天之内也涨了16%。那除此之外，一些新兴的支付平台，例如 SoFi、Upstart 也是随之上涨。而另外一方面，对于传统支付网络和处理商，比如说 Visa、Mastercard 和 PayPal 这些传统公司而言，那就糟糕了。稳定币的推出无疑是带来去中介化的潜在威胁，对于很多商家长期受困于信用卡手续费的成本，稳定币的支付提供了绕过中介的新路径。大型的零售商探索自建稳定
定币系统，这也意味着他们可能未来直接使用稳定币付款到商家的钱包里面，这样就会绕开了 Visa、Mastercard 的网络清算。那如果这种模式落地 ，Visa 和 Mastercard 现在的现行收单、发行手续费盈利模式将会被动摇，每年数千亿的交易量份额也有可能会遭遇蚕食，所以呢，他们的股价也遭遇抛售，下跌了不少。那稳定币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前期，到底哪一只股票能够成为下一个半导体当中的 NVIDIA、软件股当中的 Palantir 呢？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找到这些倍升的股票呢？以下我就分享几个策略和观点。那些能够成长数倍或者是10倍的股票，其实背后还有一些共同的因素。除了他们在技术面是一个强势股，它也是同时间拥有强劲的基本面在支撑，这样才能够吸引到投资者不断的买入，股价才会不断的上涨。那回到1年前，当时候我为什么能够把握到 Palantir 呢？其实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看到它的技术面很强势，它是当时候市场上价格动能最强的股票，拥有着最强劲的相对强度。那除此之外 ，Palantir 的基本面也是非常强劲，我对它有深入的研究，知道它是行业中的龙头，具有深厚的护城河和市场的地位，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竞争对手。那与此同时，它也有翻倍的 earnings per share 增长和营收增长加速的情况出现。那从我的致富选股 APP 当中最新推出的雷达图功能可以看到 ，Palantir 它在成长动能、获利能力和财务安全这3个方面获得了满分。那讲完 Palantir 这个例子，我们再来看一下稳定币行业。就算现在在行业的发展初期，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做那只村江鸭。比如说，我们可以透过雷达图看到这个行业当中的代表股票，比如说 Coinbase、SECL、UPSC、SoFi 等等的股票，哪一只的股票基本面比较好？一个按钮一目了然。现在你下载这个 APP， 还可以1天之内免费试用5次，而且这个 APP 也是内建了动能筛选的功能，可以帮助你筛选出技术面和基本面强势的股票。它结合了价量突破的信号、支撑的信号、相对强度、RS 的指标等等。也就是说，哪一只股票是最近的强势股，哪一只股票最近 RS 的排名上涨 ，APP 也是一下子能够帮你找出来。那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免费下载试一下哦。另外，无论策略怎么定，我们在执行的时候也要保持冷静。热题材往往需要伴随着各种传言、小道消息满天飞，股价大起大落，考验人性。所以我们也千万不要一时的 FOMO 而去高追那些股票，也不要因为恐慌而在支撑附近割肉卖掉这些优质的股票。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分析和计划，比别人晚进一步并不可怕，市场永远有下一次的机会。错过了这一班车，我们其实可以耐心的等待下一班车，也不要因为媒体的渲染就开始 FOMO， 并且一定要在每一笔交易之前设置好止损。那以上这些策略呢，是我多年以来总结出来的制胜之道。完整和详细的策略我也放在了我的银饰技术分析当中。现在也为了回馈粉丝，我们推出了限时3天时间的88折优惠，先到先得。有兴趣的可以在资讯栏点击链接了解更多。那今天我们从政策、基本面一路聊到技术面和策略，那我相信大家对于稳定币这个话题都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那稳定币究竟会不会引领下一场的金融革命，还是仅仅成为美元霸权的新工具？时间会给出答案。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机会和风险并存的市场当中持续学习，理性的分析，严守纪律，以不变应万变。那也是感谢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觉得这一集的影片对你有帮助，请记得一定要点赞让我知道，并且分享给你身边关注稳定币或者是投资的新手朋友们。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更多的即时趋势分析和实战的教学。那我是 Rich， 我们下一次再见。